他了，开睡。可能有人会说，不就是个古代皇帝的故事吗？有啥好熬夜看的？但我要跟你们说，即使你们不喜欢这段历史，我还是要讲，因为朱元璋的人生是从泥里爬出来的史诗，是把绝望活成希望的热血传奇。错过它，你会稍懂一种逆天改命的狠劲。现在拿起你电量还有 60% 的手机，设置好听抖音模式，咱们一起沉浸式看一个叫朱重八的穷小子怎么一步步把天掀翻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寒微开国皇帝之一的。公元1328年，亳州中里，也就是现在的安徽凤阳，有个佃农朱家，穷得连块像样的床都没有，却在这天迎来了一个男婴。爹娘没文化，按家里排行给他取名朱重八，听着多随意啊，就像路边的野草，没人指望他能长成参天大树。可你们知道吗？那时候的元朝早就烂透了，当官的忙着捞钱，赋税一层叠一层，地里的庄稼要么被旱灾烤死，要么被蝗灾啃光，老百姓连野草都快挖不上了。朱重八的童年没有糖葫芦，没有小伙伴的嬉闹，只有永远填不饱的肚子和刺骨的寒冷。他才几岁啊，就得跟着爹娘去地里干活，后来又去给地主放牛，看着爹娘和兄长们为了一口吃的弯着腰跟地主求情，跟老天爷祷告，可最后还是饿肚子。你们能想象那种滋味吗？不是今天少吃一顿饭的饿，是那种能把人骨头都熬软的饿，是看着亲人受苦却一点办法都没有的无力。但也正是这段日子，像烙铁一样在他心里刻下了2个字：疾苦。他恨元朝的贪官，恨着吃人的世道，也暗暗记着，要是有一天他能说了算，绝不让老百姓再受这份罪。这颗种子后来长成了明朝的根基。日子就这么苦熬着，朱重八盼着自己快点长大，能多帮家里干点活，能让爹娘少吃点苦。可命运偏要跟他开玩笑。公元1344年，这一年成了他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噩梦。亳州先是大旱，地里的庄稼全枯死了，接着蝗灾来了，飞过来的蝗虫遮天蔽日，把能吃的叶子草根全啃光了。最后瘟疫又跟着来了，就像一把无形的刀在村子里乱砍。朱重八眼睁睁看着爹病倒，高烧不退，没几天就没气了。接着娘也染上了瘟疫，拉着他的手，话都说不完整，只想着让他好好活着。然后大哥也走了，家里一下子少了3个人，只剩下他和2哥。你们知道最让人绝望的是什么吗？不是亲人离世的痛苦，是连给亲人找块地买了都做不到。朱家穷了一辈子，没有自己的地，他和2哥跪在地主家门口，求地主给一小块地，让爹娘能入土为安。可地主连理都不理，还放狗出来咬他们。那种屈辱，那种绝望，要是换了别人，可能早就垮了。幸好邻居刘继祖心善，看他们可怜，给了一小块荒地。兄弟俩用几块破布裹着亲人的尸体，挖了个浅坑，就这么草草埋了。没有墓碑，没有祭祀，只有一阵风刮过，带着黄土，好像连亲人的痕迹都要吹散。那天晚上，朱重八坐在坟头，哭到嗓子哑，哭到没有眼泪。他知道那个能给他遮风挡雨的家没了，那个能让他依靠的爹娘兄长没了。从那天起，他再也不是那个只会跟着爹娘身后的孩子了。他得自己活下去，得在这乱世里拼出一条活路。家没了，亲人没了，朱重八成了孤儿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。他到处打听，听说附近的黄觉寺招和尚，不管有没有文化，只要肯干活就能有口饭吃。走投无路的他只能去试试。住持看他可怜又长得壮实，就收留了他，给他剃了头发，让他做了个小和尚。你们别以为当和尚多轻松，那时候的黄觉寺也不是什么清净之地。朱重八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，扫地、挑水、烧火、做饭，
还要伺候寺里的老和尚，稍有不慎就会被骂。可他一点都不抱怨，因为至少有口饭吃，有个地方住，不用再睡在破庙里，不用再担心饿肚子。他以为这能成为他的避风港，能让他安稳地活下去。可他还是太天真了，灾情越来越严重，来寺庙烧香的人越来越少，寺庙的粮食也快吃完了。住持没办法，只能让和尚们出去云游化缘，说白了就是出去要饭。朱重八拿着一个破碗，背着一个小包袱，站在黄觉寺门口，看着熟悉的寺庙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知道这短暂的安稳又要结束了，他又要开始流浪了。离开黄觉寺后，朱重八开始在淮西一带流浪。你们别觉得云游多潇洒，那时候的化缘就是挨家挨户乞讨。他穿着破烂的僧衣，拿着破碗，从这个村子走到那个村子，有时候走了一天都讨不到一口吃的，只能喝路边的河水，啃树皮。但这段日子也让他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。他走过受灾的村子，看到老百姓饿得奄奄一息，有的人家甚至一子而食。他也看到过贪官污吏骑着马，耀武扬威地从街上走过，对路边的百姓视而不见，甚至还抢老百姓的东西。他还看到过一些人拿着锄头、镰刀聚集在一起，喊着反抗元朝的口号，那是最早的起义军。他跟那些受苦的百姓聊天，听他们说元朝的残暴；他跟起义军的士兵聊天，听他们说要推翻元朝，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。他一边走一边看，一边想，这世道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元朝的统治就像一棵烂透了的大树，只要有人推一把就会倒。他也在这段日子里学会了察言观色，学会了怎么跟不同的人打交道，学会了在绝境里找生机。他不再是那个只会埋头干活的朱重八了，他的眼里多了一份坚定，多了一份野心。他要改变自己的命运，也要改变这个世道。公元1352年，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在亳州起义，消息像一阵风，吹遍了淮西的各个角落。朱重八那时候正在流浪，听到这个消息，心里一下子就热了。他想，这不就是他一直在等的机会吗？跟着起义军，说不定能推翻元朝，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也能让自己不再过那种颠沛流离的日子。他没有丝毫犹豫，收拾了一下破包袱，就朝着亳州的方向走去。一路上，他看到很多人都在往亳州赶，有农民，有工匠，还有跟他一样的流浪汉，大家都怀着同一个梦想，反抗元朝。到了亳州城门口，他跟守卫说要投奔红巾军，守卫看他身材高大，眼神坚定，就把他带了进去。郭子兴见了他，觉得这个年轻人跟别人不一样，虽然穿着破烂，但身上有古劲。后来打仗的时候，朱重八总是冲在最前面，不怕死，而且脑子灵活，别人想不到的战术他能想出来。有一次敌军偷袭，大家都慌了，朱重八却沉着冷静，带着几个士兵绕到敌军后面，打了个措手不及，立了大功。郭子兴越来越赏识他，不仅把他提拔成自己的亲兵，还把自己的养女马氏嫁给了他。马氏也就是后来的马皇后，她温柔贤淑，又有智慧，成了朱元璋一辈子的依靠。也就是在这时候，朱重八改名叫朱元璋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改变，更是一个普通人开始走向传奇的起点。在郭子兴的军中，朱元璋越来越受重视，但他知道光靠勇猛是不够的，还得有谋略。那时候的义军内部并不团结，几个将领之间经常因为权力、地盘闹矛盾。有一次，郭子兴跟另一个将领孙德崖闹僵了，孙德崖趁着郭子兴不备，把他囚禁了起来，还扬言要杀了他。朱元璋那时候正在外面打仗，听到消息急得不行。他知道郭子兴对他有知遇之恩，要是郭子兴没了，他在军中的日子也不会好过，
而且义军内部肯定会更乱。他马上赶回亳州，一边派人去联络郭子兴的旧部，让他们做好准备，一边自己亲自去孙德崖的军营。你们想想，那得多危险啊！孙德崖本来就恨郭子兴，朱元璋这一去，说不定就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可朱元璋一点都不害怕，他见到孙德崖没有发火，也没有求饶，而是跟孙德崖分析利弊。现在元朝还没推翻，咱们自己先内斗，不是让元朝看笑话吗？要是你杀了郭元帅，他的部下肯定会跟你拼命，到时候两败俱伤，受益的是元朝。孙德崖被他说得哑口无言，再加上郭子兴的旧部也在外面施压，最后只能把郭子兴放了。经过这件事，郭子兴彻底信任朱元璋了，把很多重要的任务都交给了他。朱元璋在军中的威望也越来越高，很多士兵都愿意跟着他打仗，因为他们知道跟着朱元璋不仅能打胜仗，还能得到公平的待遇。朱元璋心里清楚，要想成就大事，不能只靠自己一个人，得有一群有本事的人跟着自己。他开始留意身边的人才，也到处打听哪里有贤才。他听说定远有个叫李善长的人，很有学问，而且懂兵法，会管理，就亲自去拜访。那时候的李善长已经小有名气，很多人都想请他出山，但他都拒绝了。朱元璋去的时候没有带很多随从，就带了几个亲兵，穿着普通的衣服跟李善长聊了起来。他没有说自己多厉害，而是跟李善长说自己的想法。现在元朝残暴，百姓受苦，我想推翻元朝，让百姓过上好日子，但我能力不够，希望先生能帮我。李善长被他的诚意打动了，他觉得朱元璋跟其他的义军将领不一样，其他将领要么只想着抢地盘捞钱，要么胸无大志，而朱元璋心里装着百姓，有远见，有担当。于是李善长答应投奔朱元璋，成了他的第一个重要谋士。后来朱元璋又陆续招揽了很多人才。徐达本来是个农民，打仗勇猛，而且为人正直，朱元璋跟他一见如故，让他带兵打仗，徐达也没让他失望。后来成了明朝的开国功臣。常遇春力气大，打仗不要命，有常10万的称号。他听说朱元璋是个贤明的领袖，就主动来投奔。还有刘伯温，也就是刘基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，能掐会算，朱元璋三顾茅庐，请他出山。刘伯温也为朱元璋出了很多奇谋妙计。这些人就像朱元璋的左膀右臂，陪着他打天下，后来都成了明朝的开国元勋。朱元璋知道这些人是他最宝贵的财富，所以他对他们很信任，也很尊重，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一起讨论战术，有时候还会跟他们开玩笑，就像兄弟一样。随着朱元璋的威望越来越高，手下的士兵也越来越多，他开始觉得亳州这个地方太小了，而且四周都是其他义军的势力，资源也少，不利于长期发展。他跟郭子兴商量，亳州地势狭窄，粮食也不够，咱们要是一直待在这，迟早会被别人吞并，不如南渡长江，去江南一带发展。江南物产丰富，而且元朝的兵力相对薄弱，咱们在那建立根据地，肯定能发展得更好。郭子兴一开始还有点犹豫，毕竟南渡长江风险很大，要是失败了，可能就全完了。但朱元璋跟他详细分析了利弊，还保证会把事情做好。郭子兴最后还是同意了，派朱元璋率领一支军队南渡长江。公元1阴355年，朱元璋带着军队坐着小船渡过了长江。长江的水流很急，而且对岸还有元朝的军队防守，很多士兵都很害怕。朱元璋站在船头跟士兵们说，兄弟们，咱们现在没有退路了，渡过长江就是咱们的新天地，要是退回去就是死路一条。士兵们被他的话鼓舞了，一个个都鼓起了勇气。到了对岸，朱元璋率领士兵猛攻元朝的阵地，
元朝的军队没想到朱元璋的军队这么勇猛，很快就被打败了。朱元璋先后攻占了采石矶、太平等地。在太平，朱元璋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他下令士兵们不能烧杀抢掠，不能欺负百姓，要是有人违反，严惩不贷。一开始还有几个士兵忍不住抢了老百姓的东西，朱元璋二话不说就把他们杀了。老百姓一看，这支军队跟其他的义军不一样，不抢东西，不欺负人，都很欢迎他们，还主动给军队送粮食、送水。朱元璋知道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他这一步走对了。攻占太平后，朱元璋的下一个目标是吉庆，也就是现在的江苏南京。吉庆是江南的重镇，地理位置非常重要，它靠着长江，交通方便，而且物产丰富，人口众多。元朝在那驻扎了很多军队，防守很严密。朱元璋知道要攻占吉庆，不能硬拼，得用计谋。他先派徐达、常遇春等人去攻打吉庆周围的小据点，把吉庆孤立起来。那些小据点的元朝军队兵力少，很快就被朱元璋的军队打败了。接着，朱元璋亲自率领大军包围了吉庆城。吉庆的守将福寿很顽固，下令士兵死守。朱元璋的军队攻了好几次，都没能攻下来。朱元璋没有着急，他让人去打听吉庆城里的情况，发现城里的粮食快不够了，而且士兵们的士气也很低落。于是朱元璋想出了一个办法，他让士兵们在城外假装撤退，还故意留下一些粮食和武器。福寿以为朱元璋的军队打不下去了，要撤退了，就下令士兵们出城追击。没想到这是朱元璋的埋伏，等元朝的军队出城后，朱元璋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了出来，把元朝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。福寿一看大势已去，自杀身亡。公元1356年，朱元璋率领军队攻占了吉庆。进入吉庆城后，朱元璋马上贴出告示，告诉老百姓他不会伤害他们，还会保护他们的安全。老百姓们本来很害怕，看到朱元璋的军队纪律严明，又看到告示，心里才踏实下来。朱元璋把吉庆改名为应天府，意思是顺应天意，他要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根据地，开始统一江南的大业。应天府后来成了明朝的都城，见证了朱元璋从义军领袖到开国皇帝的全过程。在应天府站稳脚跟后，朱元璋并没有放松，因为他知道周围的敌人还很多。东边是占据苏州一带的张士诚，张士诚有钱有粮，手下的军队也不少。西边是占据湖广、江西等地的陈友谅，陈友谅的兵力最强，而且野心很大，一直想吞并朱元璋的势力。南边是方国珍，虽然实力不如张士诚和陈友谅，但也算是个威胁。北边还有元朝的军队，随时可能南下。朱元璋就像被一群狼包围着，稍微不小心就会被吃掉。这时候谋士朱升给朱元璋提了个建议，就是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朱元璋一听，觉得这个建议太对了。高筑墙就是要加强应天府的防御，把城墙修得更高更厚，让敌人打不进来。广积粮就是要多存粮食，不管是打仗还是过日子，都得有粮食，所以要鼓励老百姓种地，还要实行屯田，让士兵们在不打仗的时候也去种地。缓称王就是暂时不称帝，也不称王，因为一旦称王，就会成为其他势力的目标，大家都会来打他，不如先低调发展，等实力足够强了，再称王称帝。朱元璋马上按照这个战略去做，他下令修应天府的城墙。现在南京的明城墙很多都是那时候修的，又高又坚固。他还派官员去各地招抚流亡的百姓，给他们土地和种子，让他们种地，还兴修水利，让庄稼长得更好。他还严格控制军队的开销，节省粮食。而且
不管别人怎么劝他称王，他都不同意，一直以吴国公的身份行事。这个战略让朱元璋在复杂的局势中站稳了脚跟，实力一点点增强，为后来打败其他势力、推翻元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要实现广积粮，发展生产是关键。那时候因为连年战乱，很多老百姓都流离失所，土地都荒了，到处都是没人种的田地。朱元璋知道，要让老百姓回来种地，首先得让他们有地种，有饭吃。他下令，凡是流亡的百姓，只要回到家乡，就给他们土地，还免3年的赋税，让他们能安心种地。很多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，都纷纷回到家乡，开始种地。朱元璋还实行了屯田制，就是让军队在不打仗的时候去开垦荒地，种地收粮。士兵们一边当兵一边种地，不仅能自己解决粮食问题，还能给国家上交粮食，减轻了老百姓的赋税负担。而且朱元璋还特别重视农具的改良和种子的推广，他让人去收集好的种子，分发给老百姓，还派有经验的老农去指导大家种地。在朱元璋的这些措施下，应天府及其周边地区的荒地一点点被开垦出来，庄稼长得越来越好，粮食产量也一年比一年高。老百姓的粮仓满了，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，他们都说跟着朱公有饭吃。而朱元璋的军队也因为有了充足的粮食，士气越来越高，战斗力也越来越强。这就是广积粮的力量，它不仅让朱元璋的根据地越来越稳固，也让他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越来越高。随着朱元璋实力的不断壮大，他和陈友谅之间的矛盾也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。陈友谅占据着湖广、江西等地，兵力比朱元璋多，战船也比朱元璋的大。他一直觉得朱元璋是他统一南方的最大障碍，早就想除掉朱元璋。公元1360年，陈友谅率领大军，带着他的大型战船，突然攻打朱元璋的根据地应天府。当时朱元璋的兵力比陈友谅少很多，很多将领都慌了，有的说要逃跑，有的说要投降。朱元璋却很冷静，他知道这一仗不能退，一退就全完了。他找来刘伯温，跟他商量对策。刘伯温说，陈友谅虽然人多船大，但他骄傲自大，而且他的战船太大，行动不方便，咱们可以利用这一点，设下埋伏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朱元璋觉得刘伯温说得对，就按照他的计策，在龙湾设下了埋伏。然后朱元璋派了一个使者去跟陈友谅假意投降，说要给陈友谅带路，让他快速攻占应天府。陈友谅果然上当了，他率领大军跟着使者一步步走进了朱元璋的埋伏圈。等陈友谅的军队进入埋伏圈后，朱元璋一声令下，埋伏的士兵们一下子冲了出来，弓箭、石头、火油一起朝着陈友谅的军队扔去。陈友谅的战船太大，转不过身来，士兵们挤在船上，根本没法打仗，很快就乱成了一团。这一仗，朱元璋大败陈友谅，缴获了很多战船和武器，还俘虏了很多士兵。龙湾之战的胜利不仅保卫了应天府，也让朱元璋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壮大。但陈友谅是个不服输的人，他回到自己的地盘后并没有气馁，而是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，打造更大的战船，训练更多的士兵，准备再次攻打朱元璋。朱元璋知道陈友谅肯定会再来，所以他也没有放松，一直在加强军队的训练，准备迎接下一场大战。公元1363年，陈友谅终于准备好了，他率领60万大军，乘坐着几百艘大型战船，攻打朱元璋占据的洪都。洪都是江西的重镇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要是洪都丢了，朱元璋在江南的势力就会受到很大的威胁。当时洪都的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，
朱文正虽然平时有点贪玩，但打起仗来却很勇猛。他知道洪都的重要性，所以在陈友谅的大军到来之前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加固了城墙，储备了粮食和武器，还把士兵们分成了几队轮流守城。陈友谅的大军来到洪都城下后就开始猛攻，他们用云梯攻城，用撞车撞城门，还派人挖地道，想要从地下攻进城去。朱文正率领士兵们顽强抵抗，白天跟陈友谅的军队厮杀，晚上就修补城墙，准备第二天的战斗。有时候城墙被攻破了一个缺口，朱文正就亲自带着士兵们冲上去，跟陈友谅的军队展开肉搏战，把缺口堵上。就这样，朱文正率领洪都的士兵们坚守了85天。这85天里，洪都城里的士兵们伤亡惨重，粮食也快吃完了，很多士兵都累得站不起来了，但他们还是没有放弃，因为他们知道朱元璋一定会来救他们。而朱元璋在得知洪都被围后，心里也很着急。当时他正在跟张士诚打仗，要是马上撤军去救洪都，张士诚很可能会从后面偷袭。但洪都不能丢，朱文正和守城的士兵们也不能不管。朱元璋权衡再三，最后决定先跟张士诚暂时停战，然后率领20万大军亲自去救援洪都。朱元璋率领大军日夜兼程，终于来到了鄱阳湖。陈友谅得知朱元璋来了，就率领大军从洪都撤了出来，来到鄱阳湖，准备跟朱元璋决一死战。就这样，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水战鄱阳湖之战拉开了序幕。陈友谅的战船又大又高，最大的战船有几层楼高，船上还装有火炮，看起来非常威风。而朱元璋的战船大多是小船，跟陈友谅的战船比起来，简直就像小虾米遇到了大鲸鱼。很多士兵看到陈友谅的战船都害怕了，朱元璋却一点都不害怕。他站在船头跟士兵们说，兄弟们，陈友谅的战船虽然大，但他行动不方便，咱们的船小灵活，咱们可以利用这一点跟他周旋，只要咱们齐心协力，就一定能打败他。士兵们被朱元璋的话鼓舞了，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战斗开始后，陈友谅的战船朝着朱元璋的船队冲了过来，想用大船把朱元璋的小船撞沉。朱元璋的士兵们按照朱元璋的命令，把小船分成了机队，绕到陈友谅战船的后面，用弓箭射船上的士兵，还用火油往船上泼，然后点火烧船。陈友谅的战船都是木头做的，一旦着火就很难扑灭。很快就有几艘陈友谅的战船被烧着了，船上的士兵们四处逃窜，有的被烧死，有的掉进湖里淹死了。但陈友谅并没有放弃，他又派了更多的战船冲上来，战斗打得非常激烈。朱元璋的战船也有很多被撞沉、烧毁，士兵们的伤亡也很大。有一次，朱元璋乘坐的战船被陈友谅的战船包围了，情况非常危险。朱元璋身边的将领常遇春看到后，马上率领自己的战船冲了过来，对着陈友谅的战船射箭，还用火枪打船上的士兵，终于把朱元璋救了出来。就这样，双方在鄱阳湖里打了整整36天。这36天里，每天都有大量的士兵死去，湖水都被染成了红色。朱元璋的士兵们虽然很疲惫，但他们一直没有放弃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一仗关系到他们的生死，关系到朱元璋的大业，也关系到老百姓的未来。而陈友谅的士兵们因为长期打仗，粮食越来越少，士气也越来越低。最后在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中，朱元璋的士兵们用火攻的战术烧毁了陈友谅的主战船。陈友谅在混乱中被一支流箭射中了眼睛，当场死亡。陈友谅的士兵们看到主帅死了，一下子就乱了，有的投降，有的逃跑。就这样，
朱元璋终于赢得了鄱阳湖之战的胜利。鄱阳湖之战是朱元璋统一南方的决定性战役，他不仅消灭了陈友谅这个最大的敌人，也让朱元璋成为了南方最强大的势力。这一仗打得悲壮又热血，它让我们看到了朱元璋的军事才能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士兵们的英勇无畏。消灭了陈友谅之后，朱元璋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占据苏州一带的张士诚。张士诚本来是个盐贩，后来参加了起义军，占据了苏州、杭州等地。苏州、杭州一带是江南的富庶之地，物产丰富，所以张士诚很有钱，手下的军队也不少。但张士诚是个贪图享乐的人，他占据了苏州之后，就开始修建豪华的宫殿，每天喝酒玩乐，根本不管军队的训练和老百姓的死活。而且张士诚的内部也很不团结，将领们之间经常因为权力利益闹矛盾。朱元璋知道张士诚虽然有钱有粮，但他胸无大志，内部又不团结，只要自己好好谋划，一定能消灭他。公元1365年，朱元璋任命徐达为大将军，常遇春为副将军，率领大军开始攻打张士诚。朱元璋制定的战术是先攻占张士诚周边的城市，把苏州孤立起来，然后再集中兵力攻打苏州。徐达和常遇春按照朱元璋的命令，率领大军先后攻占了泰州、高邮、淮安等地。这些城市的守将有的看到朱元璋的军队很强大，直接投降了；有的虽然抵抗了，但很快就被打败了。不到1年的时间，朱元璋的军队就攻占了张士诚周边的大部分城市，把苏州紧紧地包围了起来。苏州是张士诚的老巢，他在这里经营了很多年，城墙修得又高又厚，而且储备了很多粮食和武器。他想凭借苏州的坚固城墙跟朱元璋打持久战。朱元璋知道苏州不好打，所以他没有着急攻城，而是下令士兵们在苏州城外修筑工事，把苏州围得水泄不通，想把张士诚的军队困死在城里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苏州城里的粮食越来越少，士兵们的士气也越来越低。有的士兵因为饿肚子开始逃跑，有的士兵甚至想打开城门向朱元璋投降。张士诚虽然派人严厉镇压，但还是挡不住士兵们的逃跑和投降。公元1367年，朱元璋觉得时机成熟了，就下令徐达和常遇春开始攻打苏州城。徐达和常遇春率领士兵们用云梯攻城，用撞车撞城门，还派人挖地道，想从地下攻进城去。张士诚率领士兵们顽强抵抗，但他们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，很快就败下阵来。最后，徐达率领士兵们攻破了苏州城的城门，冲进了苏州城。张士诚知道自己大势已去，就带着几个亲信躲到了自己的宫殿里，想要自杀。但朱元璋的士兵们很快就找到了他，把他俘虏了。就这样，朱元璋消灭了张士诚的势力，基本统一了江南地区。统一江南后，朱元璋的势力达到了顶峰，他有了足够的兵力和粮食，也有了稳固的根据地。接下来他就要开始北伐，推翻元朝的统治，实现他驱逐胡虏、恢复中华的梦想了。统一江南后，朱元璋马上开始筹备北伐。他知道北伐是一项艰巨的任务，元朝虽然已经腐朽，但还有一定的兵力，而且北方的地形复杂，气候也跟江南不一样，士兵们可能会不适应。所以朱元璋在北伐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。他首先任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，常遇春为副将军，让他们率领25万大军北伐。徐达和常遇春都是朱元璋手下最优秀的将领。徐达沉稳老练，善于指挥大军作战；常遇春勇猛善战，能冲锋陷阵。他们2个人配合，是朱元璋北伐的最佳人选。然后
朱元璋跟徐达、常遇春等人一起制定了详细的北伐计划。这个计划分4步。第1步，攻占山东，因为山东是元朝的重要粮仓，而且地理位置重要，攻占山东就能切断元朝的左膀右臂，也能为后续的北伐提供粮食保障。第2步，攻占河南，河南是通往元朝都城大都的必经之路，攻占河南就能打通通往大都的道路。第3步，攻占河北，河北靠近大都，攻占河北就能直逼大都，对元朝形成包围之势。第4步，攻占大都，推翻元朝的统治。朱元璋还特别强调，北伐大军一定要纪律严明，不能烧杀抢掠，不能欺负老百姓，要让老百姓知道，北伐大军是来解放他们的，是来让他们过上好日子的。此外，朱元璋还向全国发布了豫中原檄，在檄文中，他提出了驱逐胡虏、恢复中华、立纲陈纪、救济思民的口号。这个口号一下子就打动了广大汉族百姓的心。因为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，很多汉族百姓都受到了元朝统治者的压迫和歧视，他们早就希望能有一支军队把元朝的统治者赶走，恢复汉族的统治。朱元璋的这个口号说出了老百姓的心声，所以很多老百姓都支持北伐大军，有的主动给北伐大军送粮食、送水，有的甚至加入北伐大军，跟北伐大军一起打仗。公元1367年10月，徐达、常遇春率领北伐大军从应天府出发，开始了北伐征程。北伐大军按照朱元璋制定的计划，首先向山东进军。山东的元朝守军早就听说了朱元璋大军的厉害，有的守军看到北伐大军来了，直接开城门投降；有的守军虽然抵抗了，但根本不是北伐大军的对手，很快就被打败了。北伐大军先后攻占了宜州、益都、济南等地，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整个山东。攻占山东后，北伐大军又按照计划挥师西进，向河南进军。河南的元朝守军比山东的守军稍微强一点，但也抵挡不住北伐大军的进攻。北伐大军先后攻占了徐州、汴梁、洛阳等地，很快就控制了河南地区。在攻打洛阳的时候，常遇春率领士兵们冲锋陷阵，第一个登上了洛阳的城墙，打败了元朝的守军。很多老百姓看到北伐大军攻占了洛阳，都走出家门欢迎北伐大军，有的还给士兵们送水果、送点心。北伐大军的士兵们也严格遵守朱元璋的命令，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，跟老百姓相处得非常融洽。攻占河南后，北伐大军又向河北进军。河北的元朝守军知道北伐大军的厉害，都很害怕，很多守军没等北伐大军到来就逃跑了。北伐大军几乎没费什么力气，就攻占了河北的大部分地区，直逼元朝的都城大都。公元1368年7月，徐达、常遇春率领北伐大军来到了大都城下。元顺帝得知北伐大军来了，吓得魂飞魄散。他知道自己根本抵挡不住北伐大军的进攻，要是留在大都，肯定会被俘虏。所以元顺帝没有组织军队抵抗，而是带着后妃、太子等亲信，偷偷地从大都的北门逃了出去，逃往漠北。元顺帝逃跑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北伐大军的军营里。徐达知道后，马上率领士兵们攻占了大都。8月初2，徐达率领北伐大军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大都城。大都城里的老百姓早就听说了北伐大军的威名，也知道元顺帝逃跑了，所以他们都走出家门欢迎北伐大军。有的老百姓还在街道两旁摆上了水果、点心给士兵们吃。徐达率领士兵们走进大都城后，
马上贴出告示，告诉老百姓，北伐大军是来解放他们的，不会伤害他们，让他们安心生活。同时，徐达还下令，士兵们不能烧杀抢掠，不能破坏大都城的建筑，要保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北伐大军的士兵们都严格遵守徐达的命令，没有一个人违反纪律。攻占大都，标志着元朝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正式结束，也标志着朱元璋的北伐事业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从此，中原地区又回到了汉族人的手中，老百姓们终于可以摆脱元朝的压迫，过上安稳的日子了。攻占大都后，朱元璋知道自己的大业已经基本完成了。公元1368年正月初4，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称帝，定国号为明，年号洪武，以应天府为都城。这一天，应天府城里张灯结彩，锣鼓喧天，老百姓们都走出家门，庆祝新王朝的建立。朱元璋穿着华丽的龙袍，坐在皇宫的宝座上，接受大臣们的朝拜。大臣们都跪在地上，高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，声音震耳欲聋。朱元璋看着下面的大臣们，又想起了自己小时候的苦难日子，想起了爹娘兄长的惨死，想起了这些年来跟着自己打天下的士兵们，心里百感交集。他知道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，是用无数人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。所以在登基大典上，朱元璋发表了即位诏书。他在诏书中说：朕本怀幼不依，因天下大乱，为众所推，率师渡江，居金陵形势之地，得长江天堑之险。今时有3年矣。西抵巴蜀，东连沧海，南控闽越，湖湘汉缅，两淮徐邳，皆入版图，眼及南方，尽为我有。民稍安，食稍足，兵稍精，控闲指使，目视我中原之民，久无所主，深用救心。朕功成天命，王敢自安，方欲遣兵北逐胡虏，整生民于涂炭，复汉官之威仪。吕民人谓之，反为我仇，携家北走，陷匿尤深，故先预告，兵至，民人务避。与号令严肃，无秋毫之犯，归我者永安于中华，背我者自窜于塞外。盖我中国之民，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，夷狄何得而治哉？余恐中途久无山兴，生民扰扰，故率群雄奋力扩清，志在逐胡虏，除暴乱，使民皆得其所，雪中国之耻，而民其体之。朱元璋的这番话，不仅表达了他推翻元朝、建立明朝的决心，也表达了他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愿望。从此，明朝正式建立，朱元璋成为了明朝的开国皇帝，史称明太祖。登基称帝后，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官制，加强中央集权。因为他知道，元朝之所以会灭亡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官制混乱，地方权力太大，中央无法控制。所以朱元璋不想重蹈元朝的覆辙，他要把权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。首先，朱元璋废除了元朝的中书省和丞相制度。在元朝，中书省是最高行政机构，丞相是中书省的长官，权力非常大，有时候甚至能威胁到皇帝的权力。朱元璋觉得丞相的权力太大，会影响到自己的统治，所以他决定废除丞相制度，将相全分给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6部，让6部直接对自己负责。这样一来，皇帝的权力就大大加强了，再也不用担心丞相专权。接着，朱元璋又对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，他废除了元朝的行中书省，设立了承宣布政使司、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，分别负责地方的行政、司法和军事事务。这3个机构相互独立，相互牵制，都直接向中央汇报工作，从而把地方的权力也收归到了中央。
为了确保官员们能尽心尽力为朝廷办事，不贪污腐败，朱元璋还设立了督察院。督察院的官员们负责监察全国的百官，无论是中央的大臣还是地方的官员，只要有违法乱纪的行为，督察院都可以进行弹劾。除此之外，朱元璋还设立了锦衣卫。锦衣卫是直接听命于皇帝的特务机构，他们可以秘密侦查、逮捕和审讯有嫌疑的官员，甚至可以越过司法部门，直接向皇帝汇报。朱元璋希望通过这些措施，能让官员们不敢贪污、不敢懈怠，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。在改革官制的同时，朱元璋也把整顿吏治当成了重中之重。他从小就深受元朝贪官污吏的迫害，父母兄长都因为贪官的剥削和天灾而惨死，所以他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。登基之后，朱元璋制定了极其严厉的法律来惩治贪官，在《大明律》中明确规定，凡是贪污白银60两以上的官员，一律处死，而且还要剥皮食草，把剥下来的人皮里面填上稻草，挂在官府的大堂上，或者挂在当地的土地庙门口，让其他官员看到之后能引以为戒，不敢再贪污。为了能及时发现贪官污吏，朱元璋还鼓励老百姓举报。他规定，老百姓只要发现有官员贪污腐败，就可以直接把官员绑起来，送到京城来告状。沿途的官员们不仅不能阻拦，还要提供方便。如果有官员敢阻拦老百姓告状，就会被处以重刑。在朱元璋的严厉打击下，明朝初期出现了一大批因为贪污而被处死的官员，其中不乏一些身居高位的大臣。虽然朱元璋的手段非常残酷，但也确实起到了震慑作用。明朝初期的吏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，官场风气也比元朝时期好了很多。除了整顿吏治，朱元璋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。明朝建立初期，因为长期的战乱，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，很多土地都荒芜了，老百姓们流离失所，生活困苦。朱元璋深知农业是国家的根本，只有农业发展起来了，老百姓有饭吃，国家才能稳定。所以他推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来恢复农业生产。朱元璋首先下令释放奴婢，让那些被地主豪强霸占的奴婢们恢复自由身，回到家乡去种地。他还下令招抚流亡的百姓，只要老百姓愿意回到家乡开垦荒地，朝廷就会给他们提供土地和种子，并且免除3年的赋税和徭役，让老百姓能安心种地，不用担心被剥削。为了提高粮食产量，朱元璋还大力兴修水利。他派官员到全国各地去考察水利情况，组织老百姓修建堤坝，疏通河道。在朱元璋的重视下，明朝初期修建了很多大型的水利工程，比如治理黄河、淮河等。这些水利工程的修建，不仅减少了水旱灾害的发生，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水源，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。在朱元璋的一系列政策推动下，明朝初期的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，粮食产量逐年提高，老百姓的生活也慢慢好了起来，社会也逐渐稳定下来。据史料记载，到洪武26年的时候，明朝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了850多万顷，比明朝建立初期增加了很多，粮食的产量也足够养活全国的老百姓，甚至还有很多结余。朱元璋不仅重视农业，也非常重视教育。他知道，国家要发展，就需要大量的人才，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教育。所以在登基之后，朱元璋就下令在全国各地设立学校，在中央设立国子监，专门培养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的后备力量，在地方设立府学、州学、县学，让更多的老百姓有机会接受教育。为了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，朱元璋还制定了严格的教育制度，规定了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，
主要以儒家经典为主，同时也会教授一些法律、算术等实用的知识。朱元璋还非常重视师资力量的建设，他下令从全国范围内选拔有学问、有品德的人来担任学校的老师，并且给老师们提供优厚的待遇，让他们能安心教学。除了官办学校，朱元璋也鼓励民间办学，支持私人讲学。在他的推动下，明朝初期的教育事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，全国各地都建起了学校，读书的人也越来越多。这些接受过教育的人，后来很多都成为了明朝的官员、学者，为明朝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在军事方面，朱元璋为了加强明朝的国防力量，巩固国家的统治，建立了卫所制度。卫所制度是明朝特有的一种军事制度。朱元璋把全国的军队分为卫和所两级，大致5600人为一卫，1120人为1000户所，112人为100户所。卫所的士兵平时都驻扎在各地，一边进行军事训练，一边开垦荒地，从事农业生产，实现自给自足，不用国家负担军费。等到打仗的时候，卫所的士兵就会被征调出来，由朝廷任命的将领率领出征，打完仗之后再回到原来的卫所。卫所制度的建立，不仅保证了明朝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来抵御外敌入侵，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稳定，也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，避免了因为军费过高而导致老百姓赋税加重的情况。在朱元璋的重视下，明朝初期的军队战斗力非常强，先后多次打败了蒙古残余势力的入侵，巩固了明朝的统治。虽然朱元璋采取了很多措施来巩固明朝的统治，但他还是有些不放心。他担心自己去世之后，那些开国功臣们会拥兵自重，威胁到自己子孙后代的统治，也担心地方势力会叛乱，所以他决定分封自己的儿子们为藩王，让他们去镇守全国各地。公元1370年，朱元璋第一次分封藩王，把自己的9个儿子分封到了北方的边境地区和一些重要的城市，让他们负责抵御蒙古残余势力的入侵，镇守地方。后来，朱元璋又陆续分封了其他的儿子和1个孙子为藩王，前后一共分封了25个藩王。这些藩王在自己的封地内都拥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和政治权力，可以建立自己的王府，设置官员，还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，称为护卫。朱元璋认为，分封自己的儿子为藩王，让他们来守护明朝的江山，这样就可以保证明朝的长治久安，自己的子孙后代也能一直统治下去。但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分封藩王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地方的防御力量，却也为后来的靖难之役埋下了隐患。这些藩王们的势力越来越大，逐渐不听从中央政府的命令，甚至开始威胁到中央的统治，最终导致了明朝内部的战乱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朱元璋的性格变得越来越猜忌和多疑。他总是担心身边的大臣们会篡夺自己的皇位，尤其是那些开国功臣们，他们手握重兵，威望又高，朱元璋对他们更是不放心。为了巩固自己的皇权，朱元璋开始大肆诛杀功臣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惟庸案和蓝玉案。胡惟庸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，在朱元璋还是吴王的时候就开始追随朱元璋，后来还担任了明朝的丞相。胡惟庸为人非常有野心，担任丞相之后，他利用自己的权力结党营私，排除异己，甚至还擅自决定官员的任免和一些重要的政务，不向朱元璋汇报。朱元璋知道之后非常生气，他早就想废除丞相制度了，胡惟庸的行为正好给了他一个借口。公元1380年，朱元璋以胡惟庸谋不轨为由，下令将胡惟庸处死，并且株连9族。随后，朱元璋又以胡惟庸案为借口，
大肆株连和他有关系的官员，前后一共杀了3万多人，很多开国功臣都在这次案件中被杀害。胡惟庸案之后，朱元璋正式废除了丞相制度，把丞相的权力分给了6部，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皇权。蓝玉也是明朝的开国功臣之一，他骁勇善战，为明朝的建立立下了赫赫战功。尤其是在北伐蒙古的时候，蓝玉率领大军深入蒙古腹地，打败了蒙古的残余势力，俘虏了蒙古的王公贵族和大量的士兵，为明朝的边境稳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。因为功劳很大，蓝玉被朱元璋封为梁国公。但蓝玉居功自傲，变得越来越骄横跋扈。他不仅擅自霸占老百姓的土地，还在自己的府中养了很多奴仆和义子。这些人在外面横行霸道，欺压百姓，蓝玉却不管不问。更严重的是，蓝玉还不遵守朝廷的规章制度，在军中擅自决定将领的任免，甚至还对朱元璋分封的爵位不满意，公开抱怨。朱元璋本来就对蓝玉有所猜忌，看到蓝玉这样骄横跋扈，更是下定决心要除掉他。公元1393年，朱元璋以蓝玉谋反为由，下令将蓝玉处死，并且株连9族。和胡惟庸案一样，朱元璋也以蓝玉案为借口，大肆株连和蓝玉有关系的官员和将领，前后一共杀了15000多人。明朝的开国功臣几乎被诛杀殆尽。胡惟庸案和蓝玉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朱元璋的皇权，巩固了他的统治，但也给明朝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。大量的优秀官员和将领被杀害，导致明朝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受到了严重的削弱，也让朝廷上下人心惶惶，官员们都不敢轻易发表自己的意见，生怕惹来杀身之祸。在朱元璋的一生中，马皇后是他最重要的人之一。马皇后是郭子兴的养女，在朱元璋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义军将领的时候，就嫁给了朱元璋。马皇后不仅温柔贤淑，而且非常有智慧和胆识，在朱元璋创业的过程中，给了他很多的支持和帮助。在朱元璋和郭子兴产生矛盾的时候，马皇后总是在中间调解，帮助朱元璋化解危机。在朱元璋带兵打仗的时候，马皇后则负责管理后方的事务，安抚士兵的家属，为朱元璋筹集粮草，让朱元璋没有后顾之忧。朱元璋登基之后，虽然成为了皇帝，但马皇后依然保持着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。她还经常劝谏朱元璋，让他不要过于残暴，要善待百姓和官员。公元1382年，马皇后因病去世，享年51岁。马皇后的去世对朱元璋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，他失去了一个陪伴自己多年的妻子，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。在马皇后去世之后，朱元璋非常悲痛，他再也没有立过皇后。而且因为失去了马皇后的劝谏和约束，朱元璋的性格变得更加暴躁和多疑，对官员们的猜忌也越来越深，诛杀功臣的行为也更加频繁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，巩固自己的统治，朱元璋非常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。早在明朝建立之前，朱元璋就开始组织大臣们制定法律。明朝建立之后，朱元璋又对法律进行了多次修改和完善，最终制定出了《大明律》。《大明律》共有30卷，460条，内容涵盖了刑事、民事、行政、经济等各个方面，是明朝的基本法典。《大明律》在制定的过程中，借鉴了唐朝、宋朝等朝代的法律制度，同时也结合了明朝的实际情况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。大明律的特点是量刑严厉，尤其是对贪污腐败和谋反等罪行，惩罚非常重，这也体现了朱元璋严惩贪官、维护皇权的决心。除了大明律之外，朱元璋还亲自编写了大诰。大诰是一部特别法，
主要是收录了一些朱元璋亲自审理的案例和他对官员们的训诫，内容更加通俗易懂，主要是为了让老百姓和官员们都能了解法律的规定，遵守法律。朱元璋还下令将大诰印发到全国各地，要求每户人家都必须拥有一本，并且要认真学习。如果老百姓家里有大诰，在打官司的时候还可以减轻处罚。大明律和大诰的制定，为明朝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，也对后世的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他们不仅维护了明朝初期的社会秩序，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老百姓的利益，促进了明朝社会的稳定和发展。到了晚年，朱元璋的身体越来越差，但他依然没有放松对朝政的管理，每天还是坚持处理政务，为明朝的江山社稷操劳。他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，所以更加担心自己去世之后，明朝的江山会不稳定。朱元璋本来立自己的长子朱标为太子，朱标性格温和，很有仁爱之心，朱元璋也非常喜欢他。为了培养朱标，朱元璋花费了很多的心血，让他学习治国之道，还让他参与朝政，积累经验。但不幸的是，公元1392年，朱标因病去世，年仅37岁。朱标弟去世，让朱元璋非常悲痛，也打乱了他的计划。在朱标去世之后，朱元璋经过深思熟虑，决定立朱标的儿子朱允炆为皇太孙，让他成为自己的继承人。朱元璋之所以这样做，一方面是因为他非常疼爱朱允炆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明朝的嫡长子继承制度，避免因为争夺皇位而导致朝廷内部的混乱。为了能让朱允炆顺利地继承皇位，朱元璋又一次大肆诛杀功臣。他担心自己去世之后，那些功臣们会欺负朱允炆年幼，篡夺皇位。在朱元璋的晚年，又有很多官员和将领被杀害，朝廷上下几乎没有什么开国功臣了。公元1398年闰5月初时，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府的皇宫中去世，享年71岁。